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认知内核？真正好的自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崇拜谁？从彪哥的头衔谈谈自恋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为什么需要崇拜谁？在克里斯托弗·诺兰执导的电影《致命魔术》中，有这样一段台词：你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变魔术。观众知道真相，现实既残酷又悲惨，没有奇迹，没有魔法。但是如果你能骗到他们，哪怕只有1秒钟，就能让他们惊叹，然后你就能看到非常特别的事。真的不知道吗？那就是观众脸上的神情。一个有名的实验，在一个小空间里放进2-3只卯类昆虫，它们的行动轨迹是散乱没有规律的。将数量增加到20只左右，它们的行动轨迹统一起来，总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。这个或许就可以叫归属感。个体都是孤独的，他们渴望认同于一个组织。另一个有名的实验是某种群居的鱼，它们总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，但研究者关注的是，他们到底听谁的呢？谁在带领这个群体呢？实验的一个环节中，研究者将一条鱼的大脑弄坏。虽然这条鱼被斩了头，但这条鱼还能游一会儿水，而且游动时非常疯狂，杂乱而没有章法。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，这群鱼还会跟随这条没有头颅的鱼行动。于是它们整体上显得疯狂，但一群鱼在一起，想必那种情境也是很壮观的。这第二个实验可以说明，为什么像李阳这样的偏执狂可以成功，并获得无数人的拥趸。李阳看来很喜欢一种情境，他高高地站在台上，台下有数千名乃至数万名中学生，他们都高举着一本疯狂英语，脸上有着和李阳一样亢奋的神情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这一情景和刚刚那群鱼的实验情景是否很像？为什么那些鱼会跟随那个失去了头颅的鱼？为什么那些人会跟随暴力而偏执的李阳？我非鱼，安知鱼之苦乐？不过对后者，一个小故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。几年前，一位来访者几个月来一直很稳定地找我做咨询，频率为1-2个星期来一次。突然有一次隔了50余天才来，他解释说有种种客观的原因。有没有主观的原因？我问他。听到我这样问他，他的眼睛一下子红了。他说，原来觉得我是非常值得信任的，现在这个感觉动摇了。动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我再问。他说与你无关，与咨询无关，是因为广州日报的心理专栏变了。从2005年开始，我一直做广州日报的心理专栏的编辑，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写的。后来我辞职了，辞职后专栏文章的风格和导向都变了，和我之前的很不一样，部分甚至是完全相反。这没什么，毕竟是编辑换了，新的编辑当然会有他自己的声音，但对于我这位咨询者而言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他一直在追看我的心理专栏，觉得我发出的声音已经成了一个可靠而牢固的支撑似的。突然专栏变了，这个支撑一下子就动摇了，从而唤起他心中一直藏着的一个声音：一切都是不可靠的，一切都可能失去。我对他了解很多，知道他曾经有几次重大的失去，这让他很担心变动，因为变动会触及他的创伤，让他嗅到再一次失去的味道。也就是说，他在向外寻求一种牢靠的感觉。然而，任何外在的支撑真的都是靠不住的，真正的支撑只能是我们的内心。我没有将心理专栏的变化当回事，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判断，在不同的声音中，哪个声音更打动你，你的心更倾向于哪个声音，就可以在不同的声音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来。我也以为大家都会这么想，但我忽略了一点，我这样的论点是有一个前提的，尊重自己的感觉。股神巴菲特说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最关键的教诲来自于他的父亲。他父亲一再对他强调说，尊重自己的感觉。股市风云变幻的时候，他的心也会被搅动，但这个时候
如果跟随别人，比如专家的意见，首先可能像第一个实验中的昆虫一样随大流，寻找一种虚假的归属感；其次可能将自己置于第二个实验的境地了，因为专家太多的时候，其实很像是被斩掉了头颅的鱼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去向何方，所以你只能跟随自己的声音。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前提，尤其在我们的国家，因为我们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强调服从与孝顺，总是被教导听别人的话，而不是尊重自己的感觉。听别人的话会导致一个困境，到底该听谁的？毕竟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会有无数种别人的声音，那就听最坚定的声音。这的确是一个常见的选择。比如李阳，他的疯狂英语很像斩掉了头颅的鱼，但这份坚定与狂热营造了一个虚幻的感觉，看似稳定如磐石不会动摇，于是信他就可以得到稳如磐石不会动摇的支撑感。如此一来，这个世界好像真有一个外在的东西可以依靠了。对偏执所营造的虚幻支撑感的需求，并非只存在于普通人或所谓意志不坚定者的人身上。任何人一旦将一外在事物视为教条，并不折不扣地遵从它，都可能会将自己置于盲从的境地。一位朋友开公司，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，但最近风投却决定要停止继续投资。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我这位朋友非常仔细地将各种原因列出来，结果他看到一个很荒唐的原因，反而可能是最重要的。在风投界乃至管理界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：卓越的 CEO 常常是最孩子气的。什么叫孩子气？就是蛮不讲理，不沟通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，如有不从就大喊大叫乃至威胁。以前他就是这样的。比如开董事会时，一般的 CEO 对风投毕恭毕敬，但他不同，常常对他们说：闭嘴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他还常威胁说：你们如果不喜欢就滚开。看起来这会带来一些矛盾，但他分明发现风投的人喜欢他这样，他们将他的这一点当作意志坚定、有决断力。后来他的性情发生了变化，他开始向内探寻自己，随着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深，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温和。虽然他意志仍然坚定，但他开始聆听，开始沟通，而以前他只发号施令。他发现他的改变令风投惊慌，他们曾委婉地质疑过他，问他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热爱他的事业。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平和，身上的那种疯狂劲儿越来越少，风投一方就变得越来越慌，对他的指责也越来越多。以前他像那条被斩断头颅的鱼，但那孩子气的疯狂被风投视为坚定。其实是风投一方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，是风投一方的心在向外寻求支撑时，被他的孩子气给迷惑了。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意志力比以前更坚定了，因为这是由心底发出的。同时他也不再愿意做别人虚假的支撑者，于是风投一方一下子失去了依靠，所以才慌乱了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在我看来，风投一方可能犯了2个错误。第一，他们将自己沦落为第二个实验中鱼群中的鱼。第二，他们将最好的 CEO 是孩子气的这一条法则当成了绝对的法则。关于第二个错误，我曾经有一个领悟：任何按照模式来思考的人，最多只是第二流的。如果真的像我那位朋友所说的，风投一方信奉最好的 CEO 是孩子气的，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将这条法则给绝对化了。真正的思考都可能是麻烦而累人的，如果能有一些简单的法则可以依靠，那该有多好。这就像和崇拜李阳一样，在自己的心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支撑是很不容易的，而向外寻找，去信奉一个貌似坚定的人，则容易得多。问题是这都不可靠。若要寻找真正的支撑，我们必须回到内在，回到自己的心。假如你能用心去感受李阳，那么你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他是一个偏执而疯狂的人。在一个节目中，有外国人说他不喜欢李阳的疯狂英语，因为听着有暴力的味道。有暴力的味道该是多么好的感觉，这就是用心来体会了。假如风投一方能用心去感受我那位 CEO 朋友，他们一定会发现他的平和中透露着坚定，这种温和的坚定让人更有踏实感，而之前对他的疯狂风格的依赖总是伴随着犹豫不决。毕竟你真的会信赖一个疯子吗？心外无物，心外无法，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，
学习聆听自己的内心，向内心深处寻求答案。不过，当这样说时，我也未免同样绝对化了。你到底该信任什么呢？从彪哥的头衔谈谈自恋。陈光标要到美国收购《纽约时报》，当这件事情刚传出来时，我只是笑笑，觉得没有可能，也没怎么太关注。然而，当网上传出彪哥的头衔时，我立刻就被震惊了。彪哥又一次成功地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，当然也包括我的。看看彪哥名片上的9个头衔：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第一人，中国首善，中国好人，中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，全国道德模范，全国10大杰出志愿者，全国最具号召力慈善家，中国低碳环保第一人，环保拆除第一人。一堆头衔中都是用最高级词汇，亮瞎了网友们的眼睛。无数网友调侃说，彪哥如此牛，美国也颤抖。陈光标则在新浪微博澄清说，他名片上的每一个称呼都有认证。之所以引来这么多调侃，是英文翻译的问题。中英文对照，我看不出太大的差异，翻译的并不离谱。显然，彪哥这是超级自恋。中国是好人主要是道德自恋，而彪哥这叫圣人自恋。此外还有伟人自恋、世界中心自恋，最原始的是全能自恋。我们谈谈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恋。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认为，人对自己的态度，或者说自恋，可以分为4个档次。第一档，最健康的是自信，也就是活力能自如地滋养自己。第二档是自大，也就是会夸大自己的重要性，但还是有一定的自恋基础。第三档是疑病，患疑病症的人不敢触碰心理层面自我的脆弱，转而怀疑自己的身体、自我出了毛病。第4档，自恋妄想，也就是并没有现实的基础作为支撑，而是凭空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。比如，西方精神病院中，很多人自认为是耶稣。自恋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有负面的理解，而科胡特则说，健康的人应该是有健康的自恋。所以，自恋一词在心理学界，特别是在心理咨询与治疗学界中，被赋予了正面的含义。一个人的自恋模式是婴儿期就构建起来的。最初的自恋基石是母爱的馈赠，充足的爱是婴儿健康自恋的基础。婴儿期缺爱的人很容易转而追求完美的条件，以满足条件上的自恋。当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，也就是我能行的感觉，逐渐变得重要。一个婴儿期严重缺爱的人，也可以通过一次次证明我能行而构建起自己的自尊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恋妄想，讲几个故事吧。美国催眠大师艾瑞克森治疗过一个耶稣，精神病院的一个房间住着3个耶稣，他们相安无事，因为他们都坚信自己是真耶稣，而对方是疯子。艾瑞克森让2个耶稣辩论谁是真的，而让另一个旁观。1个月之后，旁观者耶稣终于明白，自己自以为是耶稣的逻辑和那2个人是一回事。结果他消除了妄想，出院了。他还治疗过另一个耶稣，那是一个孤独的耶稣，不能和任何人相处。艾瑞克森问他，你会木工吧？耶稣回答说，当然，谁都知道耶稣会木工。好吧，艾瑞克森请求说，医院很多地方都需要你的手艺，出来干活吧。干活的时间里，他和人构建了关系，妄想也逐渐得以控制。第2个故事说明了一点，人情关系的温暖比妄想是神更加吸引人。其实，自恋妄想的基础都可以回溯到婴儿早期，因为缺乏妈妈温暖的怀抱，不能和妈妈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孤独的婴儿才用最原始的全能自恋来安慰自己。所谓全能自恋，是婴儿早期的一种心理，那是婴儿活在我无所不能的感觉里。我饿了有吃的，渴了有喝的，冷了有温暖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我是世界的中心。实际上，是一个呵护备至的妈妈给了他无所不能的感觉。正如我在之前《集体主义就是共生》一文中所说，我们发展了很复杂的行为，对权力、成就与物质等的需求可以上涨到很高的地步，但它们常常是一种防御，是2种没被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欲望转化出来的。一个愿望是抱抱我，另一个愿望是看着我。彪哥的原始愿望其实不过是看着我。他自己总说，我有信心上头条。全能自恋得到部分满足的婴儿，才能在后来承认一个事实，我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强大。
这种承认会让婴儿有绝望感，但妈妈的怀抱立即安慰了他。他转而明白，温暖与爱比我无所不能的感觉更加美好。我自己认为，或许是因为最初的母婴关系普遍较差，所以中国人普遍拥有自以为是神的超级自恋，而且也总是在寻找神一样的人，如徐克的狄仁杰，如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，如农村中的巫婆神汉，如穿越剧等等。在受过教育的高收入人群中，这也并不罕见。一位男士参加一位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，女导师说，排列显示您在前世曾是95之尊，然后率40-50名学员与工作人员向他跪拜。还好该男士无自恋妄想，享受跪拜后，他立即找主办方退钱退课。我在网上找到这位女导师的课程场面，她常如神一般端坐，周围上百人围绕，就很有穿越感。科胡特流派还认为，自恋分实体自恋和虚体自恋，彪哥的自恋都有官方认证，还不算太虚。不过，所谓的虚体自恋是指一个人自恋所依仗的是外界而不是内心，而实体自恋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恋已经内化于心。如果将虚体自恋者所倚仗的外部事物剥离，轻则会严重自卑，重则会自我瓦解。祝愿彪哥能形成自己的实体自恋，有一天能看淡这些名头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我们为什么要崇拜谁，从彪哥的头衔谈谈自恋这2个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